我们不但帮这位老师全额负担车马费，这位老师是搭高铁来吗？还是……我请他。我突然有点想换工作。让听懂音乐不再困难。陈老师古典吉他。欢迎来到陈老师古典吉他，我是陈老师。钢琴诗人肖邦曾经说过，没有比一把吉他更优美的声音的，除非是20把吉他。没有比一把吉他更优美的声音的，除非是2把吉他。这次我们要用2把吉他来演奏有西班牙肖邦美誉的钢琴家 Granados 所写下的东方舞曲。Granados 出生于西元1867年，是西班牙加泰隆尼亚的钢琴家、作曲家和画家。他的音乐展现了独特的西班牙风格，被视为是民族主义音乐的代表，并且和阿尔贝尼兹、法雅并称为西班牙音乐三杰。Granados 的父亲是一名热爱音乐的职业海军军人，让 Granados 自幼即受到音乐的熏陶。在他的青少年时期就展露了优异的钢琴才华，年仅16岁即获得了巴塞隆纳音乐院钢琴比赛的首奖。热爱作曲的 Granados 也与著名的法国作曲家德布西、拉威尔、圣桑等人有着音乐上的交流，这使他的音乐作品不仅充满西班牙音乐的奔放热情，同时也有法国音乐的温柔与诗意，让他获得了西班牙肖邦的美誉。到了1892年，25岁的 Granados 以民间舞曲为素材，陆续创作并发表了堪称西班牙钢琴音乐经典的12首西班牙舞曲集，其中的第2首《东方》就是我们这次要介绍的曲子。而他晚年写下的钢琴组曲《歌雅画集》更是广受乐坛好评的传世不朽之作。如果你听完今天的介绍后，想更进一步了解 Granados 的话，千万不要错过这一套钢琴组曲哦。非常特别的是 ，Granados 的许多钢琴作品在改编成古典吉他之后，效果都出乎意料的好。所以我想 Granados 应该是内心寄宿着吉他手灵魂的钢琴家吧。这是什么乐器？古典吉他。接下来让我们进入音乐赏析。这首歌的曲名叫《东方》，但是这里的东方指的并不是亚洲，而是西班牙南部的安达鲁西亚。安达鲁西亚在中世纪的时候曾经受北非摩尔人统治，因此也受到阿拉伯文化的影响。安达鲁西亚是个很美的地方，山顶可以看到白色的积雪，有绿意盎然的河谷，可以漫步在充满鹅卵石街道的小镇，可以徜徉在历史悠久的宏伟建筑中。街道上可以听到吉他的声音，每个音符似乎都在诉说吉普赛人忧郁的灵魂。甚至在格拉纳达的阿尔汉布拉宫的墙壁上都刻着这么一句话：生命中最残酷的莫过于身处格拉纳达却是盲者。这样的安达鲁西亚不仅美丽迷人，同时也带着来自东方的阿拉伯文化的神秘气息。这才是 Granados 想要在乐曲里去追忆跟描述的东方。在前2个小节的前奏里，西这个音扮演着很关键的角色，它让整体音乐的色调听起来是比较朦胧的。这里也可以看出指法的选择对吉他音乐表现的重要性。今天我如果在第1把位弹这2个小节，它声音的效果听起来就比较频繁。但如果在第5把位弹，声响听起来就完全不一样。不止低音会变得更厚实，空弦音也会留下残响，你就可以创造出回环缭绕、空灵缥缈的声音效果。这也是吉他很迷人的地方，就算弹出来的音都一样，但只要换个指法，你就能够弹出完全不同的感觉。前奏有了这样的声音效果后，听的人也会比较容易被带入乐曲的氛围。他知道你要开始用吉他去讲一个迷蒙而凄美的故事。
在第11小节的地方，原本一直在中高音徘徊来去的第二声部，突然像是带着难以理解的哀伤，一路向下走去，直达最低音，就好像股票跌停一样，就好像突然失控一样。但是到了下个小节，它却又原路回到了中高音，似乎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般。当一个声部出现这样的发展时，你的注意力会被它拉过去，会很想知道第二声部接下来有什么样的发展。但偏偏第一声部才是音乐开始以来的主角，所以会让人很烦恼，因为两边都想听，不知道该听哪一边。当一个二重奏让人产生这种烦恼时，它在音乐上的表现是成功的，这代表它每个声部都有独立的生命力，而且也有强大的艺术魅力。在第27小节有一个我觉得好美丽，好像是在叹息一样的句子。从乐谱可以看到，它有2个一模一样的叹息，叫做西西哆西哆拉，中间夹了拉法米3个音。这3个音很有趣，它很像是在中和，甚至是在打断第一次的叹息。因为这边叹息的感觉如果要强烈，尾音一定要结束再拉，情绪的表达才会完整。但是拉法咪3个音一出来，前面的尾音拉就被拉到了咪，叹息的感觉因此而消减。这样听起来，这个音可能振作起来了，它没有要叹息了。没想到作者又神来一笔的重复了一次西西哆西哆拉。这一次是真的结束再拉了，你可以听到音乐在经历这样曲折的心境转变后所发出的这一声轻轻的叹息。从第48小节开始，音乐进入了 B 段，这是一个慢板乐段，同时也是一个跟前面完全不一样的世界。这个乐段的风格和歌唱方式明显受到冈德烘斗的影响。这个字我们中文翻译作笙歌，可以从字面上的意义去了解它是深沉的歌或深刻的歌。那它是弗朗明哥的一种声乐风格，也可以用来指安达鲁西亚地方的民谣。这些歌谣通常以爱情、失恋、死亡为主题，所以 B 段听起来会比 A 段更加沉重与哀伤，但却又有很强烈的戏剧张力。有时候会让人觉得这好像不是在歌唱，好像是在声嘶力竭的呐喊。但是再强烈的情绪起伏，再让人难以释怀的沉重心事，终归还是会慢慢消逝，并且走向平静。就像这里的音乐一样，迎来了云淡风轻般的 B 段结尾后，又回到了柔美神秘的 A 段。既然这次的乐曲要2把吉他才能弹，所以本频道团队不惜下重本，邀请另一位老师当特别来宾，与陈老师一起弹奏这首歌。我们不但帮这位老师全额负担车马费，也提供知名连锁企业餐点，
就连住宿的地方也是一手包办，就只为了给各位观众朋友最好的频道品质。这位老师是搭高铁来吗？还是？哦，我请他骑 U-Bike。那他的吉他要放哪里？不知道诶，应该是放脚踏车前面的篮子吧。吉他那么大，怎么可能放得下？对耶，我没有想到这个问题。那知名连锁企业的餐点，小气便当啊，好像是排骨的吧？那这位老师住哪间饭店呢？哦，他住在附近公园的长椅上，有扶手的哦。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认识这位本频道的首位特别来宾。您好，我是陈老师，很高兴邀请您来到我们频道。久仰您的大名，请问贵姓？真巧，我也姓陈，叫我陈老师就好。我们是不是在哪里见过面？可能是您今天早上刷牙洗脸的时候吧。那今天这首曲子，老师您想弹第一部还是第二部呢？我个人比较喜欢第一部。真巧，我也喜欢第一部，不然我们都弹第一部好了。好啊，那就这么决定了。老师这边请。为各位带来吉他的演奏。
吉他的确是又美又独特的乐器，不仅相当适合独奏，就连2把吉他的2重奏搭配起来也有相当好的效果。在音乐中的2把吉他，就如同一对才子佳人，又或是良师益友间的相处，互相弥补、包容、成长，却又能保有各自独特的性格，一起写下生命最美丽的乐章。希望你会喜欢这次的影片。我是陈老师，我们下次见。安达鲁西亚是个很美的地方，山顶可以看到白色的积雪，这才是格拉纳多斯想要在乐曲里去追忆跟描述的东方。老师，你有去过安达鲁西亚吗？有啊。大概什么时候去的？大概是在昨天晚上剪完片后，我就梦到我去了那边。但如果在第5把位弹，声响听起来就完全不一样。老师，你放的是第4把位。老师，这次的文稿有些地方比较难念，您看要不要修改一下？好。不用啦，这个还好啊。对啊，又不是第一次录，没问题啦。这次我们要用2把钢琴来演奏。这次我们要用2把吉他来演奏有西班牙钢琴美誉的。这次我们要用2把吉他来演奏有西班牙。这是我们要用2把吉他来演奏有西班牙肖邦美誉的钢琴家格拉纳多斯所写下的什么东西？上口列瓜。哦，对，上口列，不是吧？我是在想，这个稿子可以修一下吗？